当所有人都在疯狂抢购英伟达显卡的时候，聪明钱早就开始悄无声息地布局下一个10年的真正垄断者了。如果你还以为人工智能的终局只是聊天机器人、画图工具或者手机里的智能助手，那你可能真的严重低估了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英伟达和帕兰蒂尔正在联手打造的全站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这套系统不是给普通消费者娱乐的玩具，而是专为政府、军队、世界500强企业量身定制的最强大脑。就在2026年3月12日，硅谷爆发了一场堪比当年微软和英特尔结盟的超级地震。帕兰蒂尔在迈阿密正式宣布，与英伟达共同推出主权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参考架构。这套架构从硬件采购一直到应用部署，全程提供交钥匙解决方案。它基于英伟达的企业参考架构，经过严格测试，能完美运行帕兰蒂尔的全套软件家族，包括人工智能平台、锻造平台、阿波罗、卢比克斯以及人工智能中心枢纽。你想想看，一家公司掌握世界上最强的加速计算引擎，另一家公司则擅长把极其复杂的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可被机器真正理解的决策图谱。他们不再各自为战，而是把底层硅片和顶层智能彻底打通。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合作，这是下一代基础设施的重新定义。回想上世纪80年代，微软和英特尔是怎么结成那个著名的温特尔联盟的？当时个人电脑市场一片混战，硬件厂商和软件厂商各自为政，谁也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比尔盖茨和安迪格鲁夫手里的信息其实非常有限，他们并不清楚个人电脑到底会爆发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竞争对手会不会突然推出更优方案。但他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风险极高的决定：微软的操作系统只深度适配英特尔的处理器架构，而英特尔则优先为微软优化指令集。结果呢？IBM 的操作系统2，苹果早期的麦金塔、摩托罗拉的电力、个人电脑，全都被迅速挤到市场边缘。温特尔不是因为技术绝对最强，而是因为他们先把软硬边界焊死，让生态开发者几乎别无选择。今天的英伟达和帕兰蒂尔正在复制类似的路径，只不过战场已经从消费级的个人电脑升级到了国家安全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另一个经典的历史案例是亚马逊在2010年代如何凭借云计算彻底称霸。贝佐斯当年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云计算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的泡沫？但亚马逊选择全力压住，把电商积累的海量数据、运营经验转化成可对外销售的基础设施服务。一旦客户把核心业务迁移到亚马逊云，就很难再迁出，因为数据迁移成本高得离谱，生态锁定效应极强。结果就是后来的谷歌云、阿里云、微软云，再怎么追赶，也只能分时残羹冷炙。帕兰蒂尔加英伟达的组合很可能正在重演这个故事，只不过这次的云已经进化成了人工智能操作系统。为什么这种软硬一体化的模式会在此时此刻突然爆发？拨开表象，其实有3个底层逻辑在同时共振。第一，算力已经从绝对稀缺变成了可控的战略稀缺资源。英伟达最新的布莱克维尔系列图形处理器集群已经能够支撑万亿参数模型的实时推理，但光有算力却没有强大的编排系统，就像拥有一台最强发动机却没有精密导航系统，油门踩到底也很容易撞墙。帕兰蒂尔正好补上了这个关键短板，他们的本体论框架能把企业里乱七八糟的非结构化数据统一转化成人工智能可以直接理解的对象图谱。第二，主权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共识。过去几年，地缘政治紧张让各国政府深刻意识到，核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不能完全依赖任何单一云巨头。欧洲、中国、中东各国都在大力推动数据不出境、模型可审计的主权人工智能战略，而这套参考架构主打的就是完全可控，客户从硅片到应用拥有全链路主权，这恰恰精准戳中了政府和大型企业的核心痛点。第三，也是最反直觉的一点，大模型本身正在快速商品化，开源模型比如拉玛、米斯特拉尔，甚至英伟达自己的尼莫特龙，已经让谁拥有最好模型这个命题变得不再那么关键。真正拉开代际差距的是谁能把这些已经商品化的认知能力最快、最稳、最安全地部署到真实业务场景之中。帕兰蒂尔最擅长把人工智能代理嵌入工业级流程，而英伟达则提供无与伦比的加速能力，两者结合就等于把商品认知直接升级成了私有作战系统。就在本月初公布的最新架构细节显示，这套系统已经针对延迟敏感、地理分布式、数据主权要求极高的场景进行了深度优化。你说这对所有竞争对手来说是不是变得非常危险？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近，看看多方参与者在这一刻的真实心理博弈。先说政府和国防客户这边，帕兰蒂尔本来就深耕五角大楼和情报机构多年，他们的梅文系统早已经成为美军人工智能任务指挥的中枢神经。现在接入英伟达的算力之后，实时情报分析速度从小时级直接压缩到分钟级。一位军方采购负责人在内部会议上很可能这样想：如果我们不尽快锁定这套系统，
万一对手先用上类似能力，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可是，一旦锁定，未来10年的预算都要向这家倾斜，这风险也实在太大了吧？再看大型商业客户，比如全球供应链巨头，想象一下，一家跨国零售企业同时面临全球物流中断、关税波动、极端天气灾害、多重不确定性。过去他们只能依靠传统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加上商业智能工具，决策总是滞后半天甚至1天。现在有了这套全站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能实时拉取卫星图像、港口实时数据、海关记录，甚至社交媒体舆情，用人工智能代理自动生成多套备选方案。首席执行官在董事会上的内心独白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再不全力投入，可能就被竞争对手甩开整整一代。可万一这套系统未来被制裁，或者价格被抬到天上，我们岂不是彻底成了永久的被锁定方？机构投资者也在进行激烈的内心拉锯战，一边是看好卖产值逻辑的坚定派，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在最新财季达到6230亿美元，同比增长75%。另一边则是担忧估值泡沫的谨慎派，如果主权人工智能需求没有如预期爆发，或者开源替代品突然杀出重围，那么软硬结合的护城河会不会被证明只是纸糊的？至于普通散户呢？很多人还在追逐下一个热点概念股，下一个消费级人工智能应用，但真正决定未来10年财富版图的，其实是这些弊端和居端的沉默大战。数据飞轮一旦启动，就几乎不可逆转。帕兰蒂尔每接入一家新客户，系统就多消化一层行业专属数据，数据越多，本体论图谱就越完整，人工智能代理的决策就越精准，决策越精准，越会吸引更多客户接入，循环往复。这正是经典的赢家通吃形态。而英伟达的算力则成为这个飞轮的涌动燃料泵，你越早接入，整个生态就越难以被后来者撼动。但反过来想，如果某一天地缘政治彻底碎片化，每个国家都必须自建自己的主权人工智能孤岛呢？那这套系统会不会从全球垄断利器变成一个个区域堡垒？未来5到10年，至少存在2条截然不同的演进路径。乐观路径，全球对可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需求出现井喷式增长，各国政府和跨国企业优先选择已经经过实战验证的闭环方案。帕兰蒂尔商业收入继续保持3位数增速，英伟达数据中心业务继续霸榜全球。这条路径成立的关键前提是地缘冲突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开源社区在安全性和工业级可靠性上难以快速赶超。悲观路径，主权人工智能市场高度碎片化，各国出于极端安全考虑，纷纷自建芯片、自研框架，或者中国、欧洲推出强有力的竞争性替代品。英伟达算力优势被本土化方案逐步蚕食，帕兰蒂尔被迫在多个技术标准之间疲于奔命。这条路径成立的关键前提是芯片制造技术扩散速度远超预期，或者全球贸易壁垒彻底升起。2条路径，究竟哪一条更可能成为现实，取决于太多变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谁先锁定核心战略客户，谁就掌握了未来10年的主动权。就在本月初公布的财报数据再次佐证了这一趋势。帕兰蒂尔2025年第4季度美国商业收入达到5亿0700万美元，同比增长137%，美国整体收入同比增长93%，全年美国商业收入同比增长109%。而英伟达2026年财年第4季度数据中心收入达到6230亿美元，同比增长75%，全财年数据中心收入达到19370亿美元，同比增长68%。这种卖水人和淘金产制造商的强联合，其市场估值潜力已经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变成真正的国家战略级资产的时候，你更担心被少数巨头锁定，还是害怕碎片化带来的安全隐患？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看法。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对未来有了全新的视角，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下期3元说，继续深挖这场正在悄然重塑世界的无声革命。再见。